即使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但是回想一下细节，当时樊潇让我们脱掉鞋子，也是为了完成他的恶作剧。快点脱吧。樊潇需要足够的时间让航帆打开门，再系好绳子。整条走廊并不算长，如果我们穿着鞋子全速跑，对他的计划将存在很大的危险。但是，而脱掉鞋子的你们，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先说，你们大家跑步的速度势必大大的降低，而且再加上你们对地形的不熟悉，你们又处在黑暗之中，这样的话，一段很短的路你们就会用到很长的时间。这已经达到了他们两个拖延时间的目的。从另一方面，航帆必须尽快解开绳子。如果他是徒手操作的话，很有可能和我们一样，所以他就必须要使用工具。而什么工具能使绳子最快的解开呢？那就是剪子。对，就是杀死樊潇的那把剪子。而这把剪刀正是杀死樊潇的那把，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剪刀的握柄上会留有航帆指纹残片的问题了，对吗？我再给你看一样强有力的证据。据我目测，樊潇最早拿出的绳子有2.5米。当樊潇尖叫之前，绳子一直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可以确保它的完好无损。而后来，当我们回来的时候，绳子还是9个结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如果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绳子肯定不是之前2.5米的长度，被剪刀剪过之后一定会变短。这是那天你们用来系9重扣的绳子，请你仔细看一下绳子的两端，有一端明显是被重新剪裁过。可是，明明是2个人的恶作剧，到最后都死了。确实很匪夷所思。原本想要捉弄大家的2个人，到最后却都死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有人知道了他们的整个计划，并且摸清了他们的行动线，最后将计就计，杀死了他们。首先，我们来假设他们内讧的情况，打乱计划的2个人就是樊潇或者航帆，没有第3个人的出现，那么就要看当时现场的情况了。樊潇是站在门外的，不可能从里向外把门锁好，所以门一定是航帆锁的。从另一方面，航帆的伤会使他立即毙命，所以如果受伤的樊潇被锁在门外，那么又是谁去攻击航帆的呢？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有人杀害航帆了。但是航帆后颈的伤又不可能是他自己自杀所导致的结果。这样一来，事实跟这一切都不符，所以必然会有第3个人的出现。破坏了整个恶作剧的计划。我们前面曾经说过，未知凶手这个假设是根本不成立的，那么凶手就只能在你们之中。怎么会是这样？可是我们大家一直在一起啊，一起跑到门的另外一侧去救樊潇，怎么可能会有人有时间去杀掉航帆呢？你们有谁能够肯定是6个人一起跑过去的？没错啊，我们当时有查看过人数，是6个人呢。其实很简单，当你们大家离开那扇门的时候，凶手可以很自然地跟在后面。你们大家在黑暗中埋着头往前跑，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注意到队伍最后是否少了1个人。如果凶手在最后一个的话，他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在这里，然后等我们出门的契机，
他在折绘通灵石。凶手拿出了事先藏在身上的螺丝刀，刺向了他的后颈。由于凶手没有穿鞋，所以偷袭会非常成功。凶手打开门的那一刹那，焚潇十分诧异，于是发出了那种刺耳的尖叫声。所以，当我们走在路口听到的声音，就是当时焚潇真正遇害时的叫声。焚潇！此时的凶手躲在了一边。当我们跑过去查看焚潇尸体的时候，凶手闪身出来，跟在后面，装作是一起赶到的样子。焚潇是被人袭击而死的。等我反应过来查看人数的时候，早已经为时已晚了。对了，我们大家都在吧？我们现在去找航帆拿回手机，赶紧报警。顺便说一下，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本可以伸手试一试这扇门是否已经被航帆从里面打开了，但是惯性思维告诉我们它还是关着的。这个时候其实凶手是将门虚掩着的，绳结并没有系上，因为他需要留门将航帆的尸体拖走。百密一疏啊，樊如，这我就要批评你。算了，你还是继续吧。凶手进入了通灵室之后，迅速地将红绳系上了9重扣，然后关上了门，将航帆的尸体拖走。凶手将航帆扔下了楼，然后他迅速地从楼梯口躲到了第一次躲藏的地方。当我们去查看航帆尸体的时候，又悄悄地混入了我们。可是凶手都已经把航帆杀死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推下楼啊？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呀？推下楼并不是他的目的。你们试想一下，嘣的一声巨响，你们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被吸引过去了，而凶手利用这个时间，悄悄的又重新回到队伍当中，他也就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那你倒是说说，凶手究竟是谁呀？你说你已经知道了凶手的身份，那也就是说，你已经有了充足的证据了吗？这个是樊潇临死前用自己的血迹写下的，也应该算是他的临终遗言了。你们知道这个神秘的字想要传达什么信息吗？樊潇所受的致命伤只有5、6秒的生命，他肯定是在被袭击的瞬间看清了凶手的真面目而留下的遗言，但凶手却没发现。所以我们试想，他被刺中腹部，推至墙边，捂住伤口的手垂下来，在墙上留下的信息是要表达什么呢？哎我。樊潇临死前留下的这个血字，并不是什么日文，更不是什么神秘代码，他要表达的真正含义是 CX， 这恰恰是你们当中一个人名字的缩写。CX， 残血。
真正的凶手就是你，杨残雪。